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看到那么多留言，你们大概知道我今天要拍的影片主题是什么了吧？没有错，就是如何重考 SBM 2.0啦。其实由我拍完 SBM 如何重考了过后，这几年以来，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有很多人来问我到底是要如何重考 SBM 啊之类的问题。一开始还是能回答的，不过之后的话就那些系统啊，还是那些报名的那些条件啊，已经很多都不一样了。所以这影片就来重新教你们到底如何再去重考 SBM。其实看到那么多留言，我也是非常感动，证明我拍的影片真的有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然后也很多人因为我的话而去重考 SBM。如果大家想看我第一次是怎么讲解 SBM 的话，也可以到右上方这链接这里点击来看这影片。那么现在马上开始吧，到底要如何重考 SBM？ 那么据我所知，今年的重考 SBM 时间应该是在5月头至5月16号的时候，所以你们在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那么照例的，我要来这里讲一讲 SBM 到底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啦。以我从新加坡工作回来的过来人来说，其实我刚开始去新加坡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因为那时候对于文凭这东西比较注重一点，所以就如果你没有文凭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找工作这样子。不过现在就有听一些从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啊，或者同事说，其实现在没有那么的注重了，因为现在新加坡也是很缺乏外籍劳工的帮助。对，没有错，我曾经是外劳。不过虽然话是那么说，现在新加坡真的很缺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注重文凭上面。据我所知，有文凭的人头税还有没有文凭的人头税好像是相差300块以内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对于这个有没有问题，你们见仁见智吧。18岁啦，大个仔啦，这些你们自己去决定啦。OK。不过在这里教你们如何重考 SBM 之前，这有一个很遗憾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是2021年前的考生的话，如果你要重考 SBM 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的遗憾，就是我们的课本全部是换新的了，所以你重考的内容也是新的。就拿我来做例子，如果我现在是想要回去重考的话，我考的内容不再是我以前读过旧课本的内容，全部是新课本的内容，所以就变成了你必须要读完新课本的2年内容，你才可以去考试。所以2021年前考的同学，如果你们要去重考的话，你们就自己去衡量一下那个价值吧。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马上开始。首先，我们现在会来到了这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的链接会放在我的 description 下面那边如果是 Facebook 的话，就是上面的那个状态那边，你们可以点进去里面，可以进到这个重考这个网站里面啦。现在重考其实是比我当年是方便很多了。之前我是要进出教育局，现在就可能全部在网上可以搞定，就无论是给钱啊，然后报名啊，然后填写资料，全部在网上这里就可以搞定。那么没进到这个网站里面，你们就选择你们要重考的 SBM 或者是 SBMU。所以我们点击了这个的话，你们就可以滑到下面这里看，它这里有一些它要准备的一些东西，这里基本上就已经有教完你怎么做了。如果你们是不太明白的话，你们也可以继续看这影片。到底要怎么去操作？如果你们是重考生的话，应该就点击中间这个啦。然后进到来这个页面这里呢，它这里的话还有交一个150块的报名费啦。不过我大概有做一下调查这样子啊，如果你是重考的话，好像是不需要给这150块的。这是给读中生他们第一次报考 SBM 的时候，他们要给的一个费用来的。据我所知，重考好像是不用给这150块的费用啦。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们的身份证号码，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们最后一次考试的年份。我是2017年考的，那么2019年的时候有重考过，所以我最后填的就是2019年的重考的时候的那个年份，然后下面的那个学生编号也是可以从你们的那个最后的成绩那边可以看到的那个考生号码，这个也是要你们最后一次考的号码才可以。OK， 等你们输入完了这些资料过后，你们就再进到去下一面。下面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填你们的姓名，然后身份证那些已经是有了的，然后就地址、基本资料那些了，然后手机号码，还有就是你们要确定你们没有填错，因为填错的话，如果你要更改你的资料，就要交多30块这个修改费，所以是很不划算的啊。然后来到了第二步。之后基本上你们填完了过后，你们来到下一面，这里就是在你们选的科系，它这里翻译我觉得是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啊，就它上面这里有6科，它这里是说标明一定要拿的，其实这6科不一定要拿的，你可以不选这6科，或者你只选其中1个2个都没有问题了。
我只是想考 Mathematics， 我没有想要考其他东西，你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一个然后它下面这里就有计算机算给你们要给的那个重考费用到底是多少，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比起我当年来讲，当年我还要去查那一科的那个价钱是多少。现在这里算了价钱给你之后，等到后面全部资料填完了过后，它就会叫你 online transfer 给他，就不用去买那个 post one， 很方便，然后 receipt 你也可以收着这样子。之后第3步，然后来到这里你选择你要考的科目了过后，你们就可以去到下一面，然后下一面你们就可以填你们州属，还有你们那个打 area 就是区域，你们那一区到底是在哪里？如果你们选择完这些区域了过后，它就会谈你那一区重考的学校有哪一些，你可以选择你要重考的那一间学校，可能比较靠近你家还是怎么样的，你就可以选择那一间学校去重考你们的 SBM 考试。然后是最后一步，然后最后这里就会列出你们表格来给你们看，你们填的资料到底是什么。你们在这里还是那一句，要检查清楚，还有电话号码千万不要给假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联络你。还有就是你们的地址也不要填错，因为他们那些考题或者是证书，他们是会寄到你家那里的，所以地址那些千万不要填错，然后电话号码那些记得千万不要填错。如果能的话，电子邮件也是填那些有正在使用的，因为可能还会 send 那些 soft copy 给你，可能你地址写错了，你还有 soft copy 的资料。还是那句，如果要修改要给30块。如果你有留意到刚刚你们选科目的价钱，30块够你补考2科了。然后滑到下去啊，就是你的价钱，还有就是你们要 bank 的户口的那些东西了。之后你们的 receipt 你们要收好，还有就是它下面还有一个连接，就是给你们去下载 print 那些你们要考试那些资料出来的。这个应该是在下面网站那边可以得到了，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去报考啦这一次，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到那一个报考的那个文件它是长什么样的。这个话就要给你们自己去下载下来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所以现在重考那么方便，如果你会的话，几分钟之内就已经能搞定了。所以不要再给自己什么借口啊，很难去重考啊，要很多手续很麻烦的，这样子一点都不麻烦，只要需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接下来就是业配时间，你们有看到身上的衣服吗？没有错，今天业配的就是我刚刚毕业的 ERA 设计学院。可是你没有想过重考学生，想学习一些技能，然后又对创作这一方面特别感兴趣的人，我向你们推荐位于怡保多媒体设计学院 ERA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rt and Design。这所学院是由2002年所创办，那么它也是受我们国家 JPK 的认证的。那么 JPK 的话是一个属于是技术学院的机构，如果想了解什么是 JPK 的话，你们也可以上网了解更多的详情了。如果他们的入学也是非常的简单，它的入学条件就是16岁以上就可以报名了。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他没有看 SBM 成绩，在这所学院就读的学生毕业了过后，都可以得到英国颁发的 WCX 高级文凭。你们也可以观看我之前热纪片的 YouTube 影片。我也是一名刚刚从 ERA 毕业的学生，我就读的课程是 Multimedia Interior Design， 当然还有很多种选择了 ，Multimedia Graphic Design、Radio Commission、Illustrator、Video Production、Web Design and Development。那如果不是本地人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学校有提供宿舍给外地的学生在这里留学，在这里也可以认识到很多来自其他州的同学，你也不用担心住宿的问题。在这所学院里面，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创造力，还有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在这个 AI 横行的时代，很多工作都将会被 AI 取代，但是在设计里面，它属于是你的个人观念，这是 AI 暂时取代不了的。如果对于 ERA 设计学院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在 description 下面找到顾问的电话号码，可以询问他们更详细的详情。在我做这影片之前，我也是有介绍过2个有关于 AI 对于设计的这方面的影响，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点击来看啦。那么据我所知，你们拿成绩之前是你们重考要报名，所以你们是没有办法知道你们的成绩是怎么样才去报名重考，你们是肯定是报名了重考，然后你们才去看你们的成绩。所以你们有意识到你们如果是什么科目会不及格的话，你们就可以先拿那个科目了。又或者是你们有一些科目你们想拿 A， 你们觉得你们拿不到 A 的话，你们也可以预先报名。而考不考的话，这个是取决于你们的啦。那如果你们是这一次如果是考 B 的话，你们之后是考 C 或者是考 D 的话，你们也完全不用担心你们成绩会被拉低，因为他们是以最高分的成绩来断定你最后的考试分数是多少。那么我再次希望这影片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可以帮助到更多想要去重考 SBM 的学生。那么喜欢这影片呢，别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分享这影片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重考 SBM 的这些步骤，也可以 share 给你们的朋友、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姐他们全部人看如果有心要重考 SBM 的话，祝你们前途似锦。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